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又来吃爆米花啦，又有瓜可以吃啦。最近3672那边呢就闹出了一些 drama 啦，然后就有一个主播做了一个影片讲关于3672他们的一些罪证，就是他们在上一次1316的 KVK 之中有找了指挥跟帮忙他们的玩家，但是没有给他们钱的指控。那详细的内容呢，各位可以去他的频道搜索他这个影片来看啦，就是有讲的比较详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今天我们这个影片呢是来讲一下关于3672那边的解释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们听故事呢不能只是听单方面啦，两边都要听嘛。所以这边3672就讲到是时候要解决这些闹剧了，然后这边的影片可能会比较长，因为它的邮件会比较长一点，这里总共有5个截图啦是真的挺多，所以请各位耐心的看完。在他们上一次的 KVK 就是1316的那一场 KVK， 本来他们可以做一个 easy 的 KVK easy 的外交，就是直接跟1316合作啦，但是按照3672的传统呢，他们会与 KVK 最强大的王国对抗，就是1316啦。那是一个霸主级的王国，经验丰富，然后他们的资源加速都很多，而且是由60GT 的领袖组成的1316王国，他们的击杀数甚至是比起3672还要多出了5000亿，但是他们还是选择了跟2666合作。首先第一个是讲他们的服务，第一项就是他们3672是最先联络上剑奇的服务啊，这边讲 building service 啊，但我翻译成就是剑奇的小队伍。但是这个剑奇的小队伍其实也是有帮1316在合作，就是讲他们两边都有赚钱的意思啦。当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们就马上跟对方确认这个情况，明显是有利益冲突的，所以他们没有再继续用这个服务了。不过他们下一次 KVK 可能会尝试去雇佣他们，因为他们这个剑奇的小队是真的很强，可能他们铺路都铺得很好之类的。第二个服务就是讲他们的总指挥，就是讲小面啊，在之前的影片中我也是有提到过他，就是讲他们在皇庭开放的前面6到7个小时就已经占领了皇庭80%的领土，跟他们合作非常顺畅，他们会再次雇佣他，他是一个顶尖的高手，所以不存在之前被指控讲什么他们听不懂小面讲什么东西，小面做的不好这样子的说法。其实小面是真的很强，因为他之前也是有去我们王国指挥过，所以我知道他的实力是怎么样的。第三个服务就是指控关于 TDS 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呢，其实我在之前也是有做过影片啦，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这2个影片来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2个影片主要内容就是跟3672的管理层和指挥做采访，到底他们在这个 KVK 过程中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他们可以从原本胜利的 KVK 变成失败的 KVK， 这个 TDS 的指挥权到底在做什么东西之类的，各位可以去查看一下。那他这边是说到曾经带他们打过 KVK 3跟 KVK 4，大家都很喜欢摸，他也是私下联系了，也是关系还不错。当然他们在价格上面呢有一些激烈的谈判啊，最终是达成协议，他们在区域5 20块，在区域6 25块，在皇庭30块，哇，这么好赚的吗？这些数字可能跟莫那边最终协定出来的价格呢会有一些出入。第4个服务就是讲他们整个团队的，他们就有联络 TDS 负责区域5还有其他区域的建筑和农场的步兵，在跟 TDS 接触期间，他跟莫、Mama 还有 ZK 都进行交谈，就是他们商量在战斗期间呢，他们就要帮他们指挥，尤其是当他们的主指挥休息的时候，也就讲小面啊，他们就要帮忙去带其他的玩家去打仗。但是关于这个服务的价格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确认过或者是核算过，或许是因为他们的疏忽，或者是这个写文章的人太天真了，或者是2个揭示，他一直以为莫的那个费用就是他们的固定标准。第5个服务就是关于 NGO 的， NGO 是一个越南的帮忙战斗服务啊，这边不要讲的这么详细啦。他们在 KVK 3跟 KVK 4之中呢也是有
去使用过这个 NGO 的服务。尽管当时候有一些投诉，但是他们还是决定给他们一次机会，因为他们对他们比较有礼貌，他们很看重这一点。第一跟第二项的服务就没有什么好挑剔啦，都是很好的服务，这个在前面就讲过了。一个是讲建起的部队，另外一个是讲小面的指挥。但是从这边开始他就有讲到第三项的服务没有真正发生，正如莫台子有提到，他当时候忙于他自己的学业，所以当小面在休息的时候，他们战争的指挥就是 ZK， 他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也是一个很棒的人，但是他缺乏经验，跟莫不是在一个水平上面。在区域6的时候感觉他的指挥还可以，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英雄战歌剧本之中，在区域6开放也就是关卡器开放的时候，其实不会有太多的事情发生，就是我们互相刷击杀，互相消耗，开机接住房而已。并且在那个时候写这个贴文的玩家，他也是生活比较忙碌，没有办法去准确的评估这个 ZK 他到底指挥的好不好。但是由于他们那时候是碾压火之宁，也就是当时候的2748，所以写这个贴文的玩家当时候就觉得一切都很顺利，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同时间 Mama 也是加入了指挥，就像他们的协议所说的那样，但是在整个战斗的过程中，他们开玩笑的次数比他们指挥的次数还要更多。因为对他来讲，这一场 KVK 的指挥就相当于他一边在抽某一些东西，一边在指挥的休闲 KVK， 然后平均的费用就是每一个小时20亿美金，这个是折扣之后的价格。哇，一个小时20亿美金其实很多钱呢。接下来他们的皇庭就开战了，他们当时候在一开始就是完全是在统治的地位，就是碾压所有的人，并且当时候他们是包围了整个圣城。在敌人停止抵抗之后，他们已经开始在庆祝了，并且在那个时候他们的主要指挥也就是小面已经去睡觉了，是由 TDS 负责带领他们。但是矛盾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了，你看又要开始讲 TDS 那边有一些事情了。在原本之前呢，他们都是一直碾压所有的人，还有包括他们的敌人啊，但是突然之间他们没有办法再去拔掉火之宁2748的旗帜，在皇庭最后的一根旗帜，而且当时候看起来2748是已经完全放弃了的。当小面也就是他们的主要指挥起来之后，要重新夺回昨天晚上失去的领土的时候，就很多质疑声，感觉事情要逐渐恢复正常，要朝着胜利迈进的时候，小面又得去休息了，因为他花了整天时间在收拾昨天晚上的烂摊子嘛。这个时候他们又要把那个控制权交给 TDS 去管理，这个时候他就不禁的问到，为什么这个反差这么大？难道这个时候是他们3672的 downtime 呢？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发生？难道 NGO 不是一直在帮他们操作100个账号吗？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意识到 Aleno 正在指挥1316王国，他们同样也是来自 TDS。 让他惊讶的就是他竟然可以看到 TDS 在 DC 里面讲关于3672的所有内部讨论信息，尽管 Aleno 从来没有指挥过3672，反而是在指挥他们的敌人1316。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是有争议的，因为 Aleno 他本来就有一个账号在1316那边了，所以他指挥1316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只是我觉得 TDS 其他的指挥没有在一开始就跟3672讲清楚，这个或许不是很好啦。并且这里还有说到1316在 KVK 的表现确实很出色，他没有在诋毁他们。同时间他收到一些投诉说，他们雇佣的 TDS 管理的田兵号把账号放在危险的区域，就是可能会被敌人打的区域，导致他们不可避免的被清零。这个在之前的影片 Banaki 也是有讲过这件事情。对于像 TDS 这样子高水平的服务来讲，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才对。怀疑的种子不断的在滋生，尽管有很多人都感受到了，但是他依旧还是保持观望态度。坦白说，事情都已经发生成这样子了，他们要承认 TDS 所派来的指挥要么就是能力不足，要么就是太过天真了，让1316的指挥那边看到3672内部的消息，又或者是干脆说他们就是腐败。老实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不可能有这么的强的能力又这么连结。所以在这场 KVK 结束之后，他就去问了几个比他有经验的人，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最好的做法就是等待，因为他们当时候也正在进行 KVK， 你要他们一时间突然去找其他人来帮忙指挥接手的话，可能是没有办法接过来的，所以他们就只能继续用他
他们就等待啦。但是他个人是觉得说这一次指挥的方式是为了尽量的拖延战斗结束的时间，这就让他回想起之前1093对抗2489的 KVK， 在那一场 KVK 中，他们是曾经在黄庭战斗直到圣城开放2次的记录，一切就串联起来了。那根据他这边的说法，他应该也是知道在2489 1093的那一场 KVK 中，其实2489也是找 TDS 来指挥的但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就把 KVK 时间拖延，这个我们不好讲，我们先继续看他这边讲了什么东西。尽管如此，他们在达成价格协议之后，其实他们还是有给 TDS 付钱，所以并没有像之前 Kingsmark 讲的就是没有给钱或者是拖欠很多啦，只是他们调过那个价钱了，就是没有像之前讲了这么高而已，因为他们觉得 TDS 毁掉了他们的 KVK。 也在这个时候他们联系了 BOT， 在他们对抗1316的时候其实也不抱太大的希望啊，他们只是指挥了3672大概10个小时而已。尽管如此，他还在努力的尽力而为。不管怎样，这是一场持续了96个小时的战争的尾声。由于他是莫推荐给他的，他以为也是属于 TDS 跟属于 EPG 的，所以他自己也搞不清楚，所以他那个尾款就稍微拖迟了一点给，但是最终他是有全部费用都有给他们的，所以不像指控的那样没有给钱，这个要强调一点。再来关于 NGO， 他们曾经用过他们很多次的服务，像前面有讲到他们在 KVK 3的时候，当时候就有人投诉战报很差，然后拿到的击杀很低，但是跟他们沟通还算是比较顺畅的，所以他那时候就给了7000的美元。但是在 KVK 4的时候，他们收到更加多关于战报的投诉，就是讲很差，包括一些理由 NGO 帮他们用的账号全部都不在活跃的状态，但是照样的他还是给了12000美金。但是现在在 KVK 5的时候，因为他很忙，但是他还是决定照样雇佣 NGO， 不是找其他的替代者，这是他对他们这一次服务最后一次信任。但是再一次的，他的成员们向他们发了证据，证明他们的账号表现如下：7个小时只是拿到500万的 KP， 然后10个小时只是拿到1000万的 KP。 哇，这个有一点少我打 KVK 的时候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少的 KP 啦，这个是真的有点夸张了。所以他觉得这个是彻头彻尾的诈骗。这一次他没有办法再原谅了，因为之前 KVK 3 KVK 4都已经被欺骗2次了，所以这一次 KVK 5他1毛钱都没有给，因为他感觉很糟糕，感觉他自己被勒索了。12000美金居然花在一个纹丝不动的账号上面，就是完全没有去打架，完全没有付出，你还要我给钱这样子的意思啦。最后关于 Glock 的事情，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吃瓜影片所讲的，这边终于回复了。他就诬陷说 M 试图偷他的账号，他有讲会给证据证明还有影片证明，但是都没有兑现，因为他的想象力无法凭空用 3D 打印出来根本不存在的证据。从一开始 M 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帮助他，事实上一旦 Glock 开始胡思乱想，他就会停止跟他沟通，这个很合理，毕竟在事实面前任何的论点都站不住脚。所以还是像我之前影片所讲的，如果 Glock 真的是要证明说3672偷了他的账号，他就应该把影片截图所有的证据放出来，这样子大家他可以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但是我还是那句啦，我不知道他那个图片就算拿得出来是真的还是假，我们也不知道。最后就是关于那个主播 Kingsmark 的指控影片要做一个反驳啦，他视为他的影片是公然的攻击游戏中的每一个人，都对3672都有自己的看法，包括赞美、喜欢、嫉妒等等都没有关系。但是像他这个主播拥有庞大的受众群体，这也就应该伴随着责任，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公正的责任。他有支付除了 NGO 以外所有的费用，其实有很多关于这件事情有趣的话题都可以深讨。但是相反的，他的焦点就只有一个，说他们的国王是个诈骗，然后这里说他招募了我，这个是关于 Glock 的部分啊，讲他招募我过去他们的王国 ，Oh my god， 看哈哈哈，还有关于2728的伺服器移民之类的。他这边就说，在这个主播做出这个影片之前，他就已经清空了所有服务的费用，并且这个写贴文的玩家没有关注他，也不看他的内容。他觉得说一个人输掉 KVK 的时候，就需要想出不同的策略来保持存在感。他确实说对了一件事情，就是3672的心态就是要赢，
事实上不止这样子，还有战争、社区和互相帮助。有人会说，考虑到3672获胜的紧迫感，他们看起来很绝望，确实也是如此，完全就是一个疯子。然后这边就有回顾他们之前 KVK KVK 1的时候就是1对3， KVK 2的时候就是一个先锋打3个先锋， KVK 3的时候 B 王国加4个 A 王国对抗顶尖 A 王国加3个顶尖 B 王国， KVK 4的时候1对3个王国， KVK 5的时候3672对抗1316。就问他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这是一份足以超越多年那些只敢挑战简单 KVK 的 A 王国的简历。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不是在嘲讽1316啦。所以总的来说，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啊。关于3672那边的回复，对于主播 Kingsmook 的指控呢，就是讲不付钱的部分啦，其实都有给钱啦，只是关于 NGO 那边没有给钱，觉得说他为了要有一个噱头，所以就做出了那个影片。那很多人看到这边的时候就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要给钱去找指挥，为什么要给钱去找人来帮忙打架这样子的事情。但是这种事情其实在先锋王国是时常会发生的，因为各位也知道我在先锋王国那边打架的时间也是挺久了嘛。如果没有这种服务的话，我们在先锋打 KVK 的时候应该会打得一团糟，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打什么东西。那以前没有这个服务的时候，多数情况大家都是管理层在处理这些东西，但是因为随着游戏版本的更新，其实管理层要做的东西就会更加多，没有办法同时兼顾指挥要去做这些事情，因为他们后面可能还要去建旗帜啊，去管理一些小号啊，又或者是帮忙打标记之类等等的，所以他们才需要去找人来帮忙指挥。所以你们看到这些 KVK 先锋王国顶尖的对决，全部都是有指挥给出一些策略建议，还有玩家配合才打出来的，不然一般王国也没有办法打出这样子的效果。但是好的指挥跟坏的指挥影响 KVK 很大，好的指挥可以带你走向胜利，就算是输了 KVK 你也不会觉得遗憾。但是如果是坏的指挥，就算他带你胜利了，也是可能用一些不好的方法，又或者是他输掉 KVK 你就觉得不值得这样子。那这边3672的情况就是他们觉得他们请的指挥是不好的指挥，但是关于这件事情呢，我也不好说什么东西啦，因为我今天只是阐述他们这边影片跟贴文这边所讲什么东西而已。做这种类型的影片呢，不能有太多自己的观点啊，只能跟着念而已因为如果我给出太多观点的话，就变成说我好像站在某一方，所以这边就给大家自己去过滤一下，你们觉得哪一方说的是真话。看我相信之后应该还会有一些后续的，可能双方又在反驳之类的，毕竟你们也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在2月的时候发生了，现在3月了依旧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当然如果你是当地的玩家，不管是3672也好 TDS 也好，还是 NGO 那边有话要跟我讲，要给我知道真相的话，也可以联络我，我的观众也想要知道这些真实的情况。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当然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